1951年，志愿军排长崔建国和美军拼刺刀，他一气劈死了6名美军，刺刀都被劈弯了。另外6名美军见状，腿都吓软了，齐刷刷的跪倒在地，举手投降。这位崔建国到底是什么人，能有如此的神勇表现呢？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。今天我将为您讲述孤胆英雄崔建国的故事。1928年，崔建国出生于山西省高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他开始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为地主的家人放牧牛羊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崔建国对日军的种种野蛮行径深恶痛绝，这让他非常懊恼，自己还小，还没办法去战场上手刃仇人。直到1946年，18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从此，他跟随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，作战勇猛，屡立战功，并获孤胆英雄的称号。1951年3月，朝鲜战场第4次战役全面打响，崔建国随从田经纬将军的志愿军第15军入朝作战，任志愿军第15军第44师第103团第9连2排排长。刚到战场，崔建国就成功拿下了15军的首功。在即将来到的堡垒之战中，由于不熟悉地形，也不知道敌军部队的确切部署，因此需要侦察兵。崔建国接下了这个重任，冒死侦察敌人前线阵地，发现敌人在山口通道处埋设了地雷群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一口气徒手挖掉了敌人32枚地雷，成功的为我部队的通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为军队发动总攻创造了条件。因为崔建国始终活跃在第一线战斗，因为吸入的粉尘过多，最终身患肺结核，这也让他饱受病痛的折磨，而且还身处战场，补给线又被迫切断，没有药品，只能靠身体硬扛。缺医少药，再加上战事激烈，病情严重时甚至会咳出血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的上司建议他到后方医院休养，但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这么说：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，我们的同志在前线英勇战斗，我怎么能为这个小病就休息呢？再说，敌人也不会给我们休息的时间。就这样，崔建国始终坚守在前线。1951年4月22日，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打响。5月17日下午，崔建国所在的部队接到了扫清嘉里山的美军第38团的任务。战斗开始之前，崔建国几次3番要求他们2排作为尖刀排，负责攻取嘉里山752号高地的任务。连长拗不过崔建国的坚持，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战斗开始前，为了防止自己不自觉的咳嗽，他嘴里始终咬着一根木棍。就这样，他们穿过重重山路，向前挺进了40里，期间悄无声息地摧毁了敌人的哨所，向敌人的心脏地带进发。正面与敌军接触后，崔建国把全排分成了4个作战小组，分头突击小山头上的4个地堡，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，这4个地堡被2排全部拿下，当场打死18名美军。接着，崔建国将全排分成2个作战单位，分头攻取2个高地，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，2路人马分别拿下了2个高地。崔建国的2排继续往前突击，在通往红川的公路上遭遇美军的车队，全排战士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把美军的车队拦腰截断。美军数倍于我，2排发动了疯狂的进攻。在如此近的距离，美军的重武器无法发挥优势。崔建国鼓励大家猛打，同志们，这是多么好的目标啊！一颗子弹可以穿倒他们2、3个呀！崔建国用身边的各种枪支打了10多分钟，子弹被打光了。他抄起地上的一把上了刺刀的卡宾枪，跃出战壕，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就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敌人冲去。美军岂肯束手就擒，拼死反抗，和我军发生了肉搏战。崔建国哪管这些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他气势如虹，接连劈死身旁的6名美军，刺刀都被劈弯了。当时噼里啪啦的声音四起，血光四溅，崔建国的全身都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了，他的眼睛如怒火一般射向旁边的另外6名美军。这6人顿时浑身筛糠，腿脚发软，齐刷刷的跪倒在地，举手投降了。崔建国英勇无畏的气势也鼓舞了身边的战士，一时士气大振，作战勇猛。反观美军这边则士气低落，无心再战。
第二天夜里，二排又负责攻取大水洞右侧的山头。二排的所有战士在崔建国的带领下不顾疲劳，猛打猛冲。一阵手榴弹扔过去，敌人就被打得溃不成军，逃命而去，只留下一挺重机枪负责掩护。崔建国绕到机枪之后，一把揪起那名留下的美军机枪手，重重地把他摔倒在地。该名美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地求饶。在这2夜的战斗中，崔建国一人打死20多名美军，劈死6名美军，活捉7人，缴了1门化学炮、1挺重机枪、2支卡宾枪和5支自动步枪。二排在崔建国的带领下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对美38团的歼灭。此次战役之后，崔建国由于战功卓著，荣升了9连连长。不久，司令部就授予了崔建国抗美援群特级功臣的称号，授予他1级战斗英雄称号。1951年10月17日，毛主席在报纸上看到了崔建国的英勇事迹，连连赞叹，说道：“如此不可思议的传奇英雄，我一定要亲自见见。”在1952年10月1日，他应邀出席了国庆庆典，毛主席、朱老总亲切地接见了他，并合影留念。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，崔建国也被调到了高等军事院校继续深造。然而，由于疾病和身体积累的暗伤，他被迫离开军队，到当地工作。一直到1994年12月，他因为曾经在战斗中头部受伤，导致脑血栓复发，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他的死讯传到了北京，第15军军长亲自献花圈向他致敬。